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七零零之美人萨凡了》故事解说。村里的村民们还在议论河边的闹剧，众人满心疑惑：张玉峰明明已经和萧念念定下婚约，却放着未婚妻不救，偏偏跳水救下吴荣。大家回想，1年前张玉峰就曾救下萧念念，平日沉默内敛的他，动手时手段狠厉，如今却屡次为别的女人出头，引得村内流言四起，议论纷纷。此刻的萧念念内心无比清醒，她早已不是那个痴傻呆滞、任人拿捏的萧家傻姑娘，她意外传书，成为《七灵婆婆重生记》里命运悲惨的炮灰女配。她熟知全部剧情，眼下正是吴荣重生不久，自己刚刚占据这具身体，取代原主痴傻萧念念的关键节点。河边风波稍稍平息，吴荣柔弱依偎在张玉峰怀里，刻意装出受惊胆怯的模样。萧念念静静旁观，出声打破尴尬的暧昧氛围。张玉峰连忙安抚萧念念，急忙解释自己并非偏心，只是事发突然，距离落水的吴荣更近，情急之下才优先救人。吴荣不肯松手，紧紧抱着张玉峰哭诉恐惧。围观大爷大妈纷纷指责他不懂规矩，失了分寸，直言他分明是自己落水害怕，却借机赖在别人未婚夫怀里，举止轻浮，毫无底线。萧念念语气平淡，当众调侃自己刚苏醒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询问长辈是否人一害怕，抱别的男人就能缓解恐惧。这句话精准戳破吴荣的小心机，让村民越发鄙夷他的所作所为。村民们纷纷斥责吴荣伤风败俗，认为寻求慰藉也该依靠自己的伴侣，不该死死纠缠别人的未婚夫，吐槽他不知廉耻，颜面尽失。张玉峰满脸尴尬，立刻向萧念念解释，自己和吴荣毫无牵扯，全程都是对方单方面纠缠。围观村民纷纷附和，所有人都看清是吴荣心思不纯，觊觎张玉峰，当众纠缠他人未婚夫，行径十分丢人。面对众人指责，吴荣无言辩驳，索性闭眼装晕倒的，想要躲开舆论风波。萧念念冷眼旁观，一眼看穿他的拙劣把戏，清楚他只是刻意装病，并未真正晕厥。场景转到屋内，萧念念的三伯娘正和丈夫私下盘算她的婚事。三伯娘称，村里一直流传萧念念克夫绝户的说法，守寡的萧念念能被张玉峰迎娶，已然是天大的福气。三伯娘细细盘算好处，告诉丈夫张家提亲许诺30个鸡蛋做聘礼，在村里十分体面。加上萧念念自幼体弱，无法生育，嫁入张家可直接当2个孩子的后妈，不用承受生育之苦，是最好的归宿。三伯娘还说，萧念念终身无法生养，家人不可能照料她一辈子，促成这门婚事既是成全她，也是为萧家减负。三伯心思谨慎，想等萧念念身体彻底康复后再商议嫁。三伯娘立刻反驳，称家人各有所事，没人能终身照看萧念念，催促丈夫尽快敲定婚事。就在夫妻俩争执不休时，卧床的萧念念缓缓睁眼，彻底苏醒过来。萧念念的母亲见女儿苏醒，满心欢喜，立刻吩咐荷花煮一碗猪油汤，给大病初愈的萧念念补身体提气色。一旁家人连忙劝阻，直言家里猪油存量稀少，勉强撑到月底，一次挖1大勺太过浪费。母亲不顾劝阻，一心想让女儿好好休养调理。清醒的萧念念思绪翻涌，回忆起原主痴傻的20年，常年被二伯娘、三伯娘摆布欺压，唯有奶奶和大伯娘真心护着她。如今穿书归来，她绝不会再任由极品亲戚拿捏欺负。萧念念当即拆穿三伯娘的私心，直言张家聘礼明明是60个鸡蛋，并非三伯娘所说的30个。三伯娘瞬间慌乱，谎称萧念念大病初愈，神志不清，胡乱说话，试图掩盖自己中饱私囊的事实。三伯娘刻意辩解自己只是帮忙做媒，传话牵线，反问萧念念没有证据，不该随意污蔑长辈。萧念念底气十足，当场要求拿鸡蛋对峙，笃定能拆穿他私吞聘礼的勾当。三伯娘依旧嚣张，笃定萧念念拿不出证据，还刻意躲闪不让他触碰自己的新衣。随后拿出30个鸡蛋，故作委屈嘲讽萧念念冤枉长辈，无理取闹。在场长辈看清真相后，纷纷指责三伯娘贪图私利，私吞晚辈聘礼。身为长辈，心胸狭隘，有失本分。被当众拆穿的三伯娘恼羞成怒，当场反咬一口，曝光了其他长辈的私心杂念。三伯娘当众揭露，有人惦记萧念念父亲留下的正式工作，想让女儿顶替上岗；还有人常年觊觎萧念念的抚恤金与工资，全都想着不劳而获，侵占孤女财物。一时间，屋内长辈互相指责揭短，场面混乱不堪。奶奶怒气冲冲出声制止争吵，痛心表示老四离世后，萧念念是家里唯一独苗，亲人离世的重创让她痴傻多年，众人不知心疼包容，反而百般算计欺压，实在太过冷血。此刻众人才猛然发现，苏醒后的萧念念眼神清明，
口齿伶俐，逻辑清晰，彻底褪去了往日痴傻呆滞的模样。萧念念坦然告知众人，自己落水获救后头脑彻底清醒，再也没有痴傻病症，真心待他的家人欣喜不已，感慨萧家保住香火，庆幸萧念念因祸得福。一众算计他的亲戚面露尴尬，无言辩驳。三伯娘不死心，强行辩解4流鸡蛋是怕他吃不完，暂时代为保管，并非有意侵占。有长辈当即反对这门婚事，直言张玉峰原配妻子常年操劳，透支身体不幸离世。萧念念体质孱弱，身形单薄，嫁入张家需操持家务，赡养公婆，照顾幼子，根本无力承受。张家并非良配，应当退婚返还聘礼。三伯娘强硬阻拦，送出的聘礼绝不退回，还就是重提。当初为吴荣病弱儿子冲喜约定的40块彩礼至今未兑现，这笔账必须讨要说法，不肯轻易退让。奶奶无心纠结琐事，心疼大病初愈的萧念念，当即让所有长辈退出房间，让他安心休养。众人离开后私下感慨，清醒后的萧念念心思通透，聪慧缜密，再也不是任人糊弄的傻丫头，极不好拿捏。屋内只剩母女2人，萧念念母亲满心心疼，坦言从一开始就反对这门婚事。她一手将过继的萧念念拉扯长大，绝不愿女儿嫁入别家当牛做马，本打算次日上门退婚。萧念念连忙拦住母亲，提出别样打算。她不让母亲主动退婚，计划刻意表现出深爱张玉峰的模样，放大他的愧疚感，让张玉峰自觉亏欠，主动退婚，以此索要更多赔偿，同时绝不对外暴露自己的真实心思。母亲连连夸赞女儿聪慧通透，放心全权处理此事，让她安心休养。萧念念将剩余鸡蛋交给母亲保管家用，独处时暗自下定决心，绝不困于乡村早早成婚。她要参加高考，走出大山，改写命运。只要自己站得足够高，被旁人指点议论的人就不会是自己。次日清晨，大伯娘数落迟迟不起床的萧念念，告诫她懒散懈怠，婚后定会在婆家受气挨打。萧念念从容回对，让大伯娘别操心自己，抓紧去吴家讨要说法，挽回萧家的颜面损失。萧念念点名，吴荣当众插足抢夺未婚夫，萧家是受害者，这种讨公道、拿回补偿的机会不该放过。大伯娘看着脱胎换骨的萧念念，感慨她清醒之后心思灵动，再也不是往日的傻姑娘。萧念念特意叮嘱大伯娘，单纯讨公道没有收益，她打算联手心性善良的大伯娘，并且提前说好，后续从吴家讨要的所有财物，一分一毫都不会分给自私自利的三房。萧念念耐心讲解其中门道，自己若是勤快能干，状态康健，外人看不出委屈，只有刻意表现的体弱多病，受尽委屈，吴家的恶行才会被无限放大，全村人都会谴责吴家，能讨要到的好处也会更多。大伯娘瞬间醒悟，立刻不让萧念念做任何家务农活，让她卧床静养，刻意营造大病未愈、凄惨弱小的形象。萧念念叮嘱大伯娘关好房门，在村里大肆宣扬自己的遭遇，博取全村同情。另一边，吴家内部争吵不断，吴荣母亲怒斥女儿克死儿子，不知悔改，扬言要动手教训他，打算把事情闹大，毁掉萧家名声。萧念念早已心中有数，准备彻底榨干张玉峰的利用价值后，果断解除婚约，彻底断联。不久后，张玉峰主动登门拜访，萧念念母亲热情接待，萧念念故作柔弱温婉，真诚道谢，感谢他昨日跳水救人的恩情。张玉峰态度疏离淡然，解释自己只是顺势救人，只因距离更近，情况危急才优先救助吴荣，并无特殊私情。趁着两人交谈，萧念念母亲特意走到屋外，向围观村民大肆哭诉。她哭诉萧念念被昨日的闹剧气得大病一场，整日卧床发烧，以泪洗面，连炕都下不来，处境凄惨。吴家众人闻声赶来反驳，声称从未欺负萧念念，是她自己晕倒自作自受，还翻出萧念念克夫的就是抢占道理上风。吴家长辈当众撒泼闹事，哭诉自己受尽委屈，指责萧念念抢占姻缘，恶人先告状，还刻意装作浑身病痛的模样，扬言自己但凡出事都是萧家造成的。吴家众人控诉萧家仗势欺人，欺压邻里。萧家顺势对峙争执，为平息事端，了结矛盾，向吴家提出赔偿要求，需要对方拿出1筐鸡蛋、2斤白面，补齐40块彩礼，否则绝不善罢甘休。吴家满心不甘，却无可奈何，只能咬牙答应赔偿。事情落幕，吴家众人带怨离场，临走前放话让萧念念不要得意。村民们纷纷感慨，萧家总算扬眉吐气，成功讨回公道。有人私下询问严浅，为何突然出手帮萧家讨公道？严浅并未多做解释，只随口提及为人夫。为人父本该呵护自家妻儿，
不必假手他人。随后，严浅为河边的误会向萧念念致歉，同伴感慨，褪去痴傻，收拾干净的萧念念清秀亮眼，气质大变，还提及两家正在商议婚期，好奇他是否不在意过往流言。严浅叮嘱众人不要再提及河边闹剧，此事就此翻篇。吴荣满心极度不甘，暗自认为是萧念念阻拦，才让自己错失与张玉峰的缘分。吴荣自认体质娇弱，需要精心娇养，笃定张玉峰不会真心善待体弱多病的萧念念。严浅想起吴荣跳河前的异样，特意提醒萧念念，对方后续还会纠缠张玉峰，让他提前防备。萧念念真诚道谢，严浅转身下地干活，叮嘱他好好休养。严浅离开后，三伯娘前来说教，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萧念念，女人成家后必须多干活，多操劳，才能让丈夫运势兴旺，家庭和睦。还声称她体弱多病都是平日太过懒散导致的。三伯娘自顾自传授这套歪理，直言真心为萧念念着想，想要教她持家过日子。清醒通透的萧念念当场从容反驳她的荒谬言论。萧念念顺着她的话反问，既然女人多受累，多干活就能让家庭兴旺，丈夫出喜，那三伯父如今平庸无为，一事无成，是不是代表三伯娘平日偷懒懈怠，不肯干活，才导致家境衰败，丈夫毫无作为？这番有理有据的反问，让三伯娘瞬间哑口无言。她急忙辩解自己常年辛苦操劳，从未偷懒。萧念念步步紧逼，直言她若是真的勤恳付出，三伯父绝不会这般落魄无为。二伯娘连忙上前打圆场，制止三伯娘的荒唐言论，直言所谓女人多干活，男人才能兴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，是三伯娘胡乱编造糊弄人的假话。被当众拆穿的三伯娘十分尴尬，只能讪讪辩解只是开玩笑。恰逢劳作结束，二伯娘招呼众人落座吃饭，巧妙化解了现场的尴尬氛围。众人看着桌上稀缺的白面疙瘩汤，十分惊叹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就连村长家都舍不得这般挥霍，大家纷纷猜测家里定是有喜事，或是萧念念的抚恤金刚刚下发。家人纷纷感慨，这些年全靠萧念念拿出抚恤金贴补家用，家里才能熬过艰难日子。二伯娘满心心疼，叮嘱萧念念好好休息，后续所有家务农活都由自己包揽，绝不让她劳累。萧念念心中暖意涌动，直言十分疼爱善待自己的二伯娘。家人劝说她不必客气，本是一家人，理应互相照料，同时念叨她太过实在，珍贵的白面一次性全部做成饭菜，太过浪费。众人纷纷表示农活繁重，耗费体力，必须好好补充营养。当日挣了8个公分的家人，直言劳作后腰酸背痛，由衷夸赞萧念念懂事贴心，懂得心疼家人。席间众人都让萧念念安心歇息，不用动手忙活，奶奶也安稳落座等候用餐。萧念念主动想帮忙盛汤，立刻被家人拦下，坚决不让她劳累。家人当场划分饭菜，明确告知三房没有白面疙瘩汤的份。萧念念心里清楚，三伯娘白日刻意刁难，逼迫体弱的自己干活，因此绝不心软，不让自私刻薄的三房享用美食。萧念念当众表达对二伯娘的感激与喜爱，二伯娘温柔安抚她安心休养。晚饭过后，村里下发通知，县里领导即将下乡视察风貌，要求全村次日全员下地劳作，配合视察工作。村民们暗自吐槽这是形式主义，折腾百姓。众人私下议论，萧念念身形单薄，体弱多病，却头脑聪慧，懂得自保反击。不少人心疼他大病初愈，劝说他不必勉强下地，大队长也不会怪罪。有村民当着张玉峰的面夸赞二人是天造地设的未婚夫妻。吴荣满心嫉妒，认定是萧念念阻碍了自己的姻缘。严浅记挂吴荣的威胁，再次提醒萧念念对方不会轻易放手，后续定会继续纠缠张玉峰。萧念念真诚道谢，严浅转身忙活农活。次日下地，三伯娘一改往日刻薄模样，主动给萧念念递上晾好的白开水。示弱坦言自己从前私心较重，有些做法对不住他，希望萧念念不要记恨。萧念念心态平和，直言从未计较过往琐事。三伯娘顺势提出合作，称后续会全力配合萧念念，希望两人能长期搭档相处。萧念念当即应允，同时立下规矩，合作能否长久全看三伯娘后续表现。若是对方敢暗中背刺算计自己，他必将10倍奉还，绝不手软。三伯娘暗自惊叹，惊醒后的萧念念心思缜密，气场十足，极难对付。村干部连夜商议视察工作安排。大队长知晓萧念念大病初愈，体弱无力，无法承受繁重农活，打算将他安排在轻松岗位，量力劳作即可。还计划安排男同志就近照看，避免他体力不支发生意外。大队长妻子立刻反对，称安排陌生男同志单独照看，极易传出流言，毁掉萧念念名声。
大队长连忙解释，只是就近照看，多加留意，还会嘱托知青领队一同照料，不会出任何差错。为稳妥起见，大队长最终决定让品性沉稳可靠的严浅就近照看肖念念。大队长妻子瞬间领会，这是想让内向寡言的严浅多和女知青接触，拓宽人脉，活络性情。次日下地，严浅一改往日朴素模样，随身带水，还背了背包。村民十分诧异，劝说地块偏僻，取水不便，无需特意背包，随手提着即可。严浅没有多解释，率先前往地块等候。肖念念找到严浅，说明自己无需挣工分，今日下地只是配合视察流程，做样子，不会参与重活劳作。严浅牢记大队长托付，直言会全权负责他的安全与身体状态。严浅端来一杯红糖温水，贴心告知能滋补气血，调理体虚，适合大病初愈的肖念念。肖念念礼貌道谢并婉拒，称自己自带饮用水。严浅没有强求，让他安心静坐休息，自己会帮他留意周边状况。一旁劳作的女知青陈小燕心生不满，当众抱怨肖念念全程静坐偷懒，一动不动，所有人都辛苦出力挣工分，唯独她像大小姐一样享福。若是人人效仿，农活根本无法推进。陈小燕当众质问肖念念为何偷懒不干活，肖念念平静回应自己无需工分，不必劳作。陈小燕依旧不依不饶，指责他思想觉悟低下，被世俗思想毒害，不肯为集体和国家无偿贡献。肖念念顺势反问，夸赞陈小燕思想觉悟极高，从未被毒害，想必平日劳作从不领工分。随后他当众喊话全体知青，称陈小燕倡导大家无偿劳作，为国奉献，放弃工分。陈小燕瞬间慌乱辩解，自己从未说过不要工分，是肖念念曲解造谣。肖念念继续调侃，称他是想带动大家一起无偿干活。在场知青纷纷愤怒，怒斥陈小燕想法荒唐，不切实际。众人纷纷表态绝不放弃工分，无偿劳作。肖念念还故作认真提议，既然陈小燕觉悟超高，应当上报大队长当众表彰，同时取消所有知青工分，避免大家被不良思想影响。陈小燕被对得哑口无言，又气又急，只能当众道歉，恳求肖念念不要再较真。肖念念态度强硬，直言陈小燕就是刻意针对欺负自己。肖念念底气十足地告知陈小燕，自己有一众亲人撑腰，对方若是再敢肆意欺负自己，他绝不罢休。围观村民纷纷附和，直言陈小燕是嫉妒肖念念样貌出众，身子娇弱，故意无端挑事。争执引来了村干部，严浅立刻上前解围，当众说明肖念念大病初愈，体弱多病，无法承受重活，此次下地只为配合评选先进集体，无需强行劳作，他的一切情况由自己全权负责，旁人无权指责。陈小燕连忙辩解，自己是听吴荣说肖念念生性懒惰，刻意偷懒，才出言指责。被当众点名的吴荣瞬间慌乱，立刻出声否认自己散播谣言。风波彻底平息，严浅再次递水叮嘱肖念念补充水分，避免头晕。肖念念真诚道谢，严浅坦然回应受人托付，理应尽责。肖念念暗自思索，若是自己拖累村里错失先进集体名额，后续必然会滋生更多风波与矛盾。